我和贾千金同时抛绣球选妻，与我定了终身的裴诗韵，却抢了贾千金的绣球。而我的绣球却落入狗嘴之中，被叼走不知踪影。刚才容颜的绣球险些被狗咬住，我只能先抢下她的绣球。令宇，自从你被认回，容颜在京中的名声本就艰难。如今你是丞相府嫡女，无人敢笑话你的绣球被狗抢走了。改日再抛一次便是，我定然会好好接住。至于容颜，我既然抢了她的球，就要为她的名声负责。日后你们姐妹俩一起嫁我，你为正妻，她为平妻，两全其美。绣球既然已经抛出，哪有改日再抛一次的规矩？凡是未婚的适龄男子，先找到绣球，到我丞相府提亲者，便是我江令瑜未来的夫婿。快，叫那只狗去！抢到绣球就是相府女婿了！你一定要这样与我置气吗？绣球被狗叼走，大家不过当是个笑谈，你重抛一次也在情理之中。但如今你为了赌气，胡乱许诺要嫁找到绣球之人，到时再反悔，便会被人说是言而无信。你可知这样有多丢脸？这说的倒像是我无理取闹，可抛绣球前我们已说定亲事，他指天发誓定会抢到我的绣球。明明是他先食言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虽为女子，却也懂得这个道理。话一出口，我绝不反悔。令宇，快成亲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孩子气？若捡到绣球的是个瞎子瘸子，难道你也要嫁吗？是，便是瞎子瘸子，我也照嫁不误。诗嫣哥哥，你千万不要和妹妹计较，妹妹只是正在气头上，说的气话而已。都是我不好，若非我抛绣球的时候失了准头，险些落入狗嘴之中，你也不会为了保我的名声而接了我的绣球，让妹妹的绣球被狗叼走了。与你无关，本只是意外小事。若非江令无理取闹横生枝节，也不会闹到如此难以收场的局面。既然你已经抢了江容嫣的绣球，你我曾经的盟誓便做不得数了。这帕子是我亲手绣了送你的定情信物，你也该还给我了。江令宇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日后若想反悔，再怎么哭求我，我也是不会应了。丞相大人，晚辈抢到了令爱江容嫣的绣球，特来提亲。裴世子，你方才说什么？你要娶的是容嫣？可是裴社不是已经和小女令初说定了亲事吗？在我城，女子婚嫁前会抛绣球选妻，以此表明良缘天定，但大多只是走个过场，人选是早就定下来。我定了裴诗燕，江容嫣定了我爹刚中了榜眼的门生。方才那门生没抢到绣球，也不敢和裴诗燕说理，便离开了。只是私下口头说了几句而已，并未托媒人说亲，也没有下聘，如何能算得上是定了？今日我既然抢到的是容嫣的绣球，便是姻缘天定，怎好违背天意？这倒也是，你与容嫣本就是青梅竹马，若非去年我发现令修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只怕你和容嫣年初便该成亲了。虽然我才是娘的亲生女儿，但江容嫣在母亲身边养了10几年，她心里始终更看重江容嫣，我自知是争不过的。既然是天意，那这门亲事便这么定了。对了，令宇的绣球被何人接到了？你是想要丢光我的脸面吗？竟然敢随口许下要嫁捡到绣球之人，简直有失体统。若对方是门当户对则罢了，若只是个邋遢白丁，之后我岂不是会被同僚笑话？什么？这如何使得？万一对方心怀不轨，是要误了终身的呀！你给我滚去祠堂跪地思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出来！既然不来求我，那确实该让你长长记性。我只是故意扔歪了绣球，诗燕哥哥
便为了保我的名声放弃了妹妹。我还以为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有多重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江凌雨，你也不必觉得委屈。若非你出现，丞相府嫡女的身份和诗燕哥哥本来便该都是我的。如今你已经抢走了我的贵女身份，我绝对不会再让你抢走诗燕哥哥。江凌雨，容颜好心给你送饭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自从我被认回丞相府后，江容嫣这种手段用了不下100次，所有人都偏信我。在他们心中，真相如何并不重要。不是我，是江容嫣自己摔了石盒，想要陷害我。容颜心地善良，对你处处关心，你却丝毫不领情，反而倒打一耙拿他撒气。江凌雨，我知道你心怀不满，嫉妒容嫣，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我也给足了你颜面，是你自己不要。说你现在给容嫣道歉，我倒勉强还能给你留个贵妾之位。贵妾，哪怕嫁与地痞流氓，我也断不入你裴国公府。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容嫣，我们走。我和江容嫣出生时便被乳娘交换，她成了丞相府千金，我被乳娘养到8岁，然后被她卖进了裴国公府当丫鬟。后来我干活麻利，被送到裴诗嫣院子去。她是个好脾气的主子，从来不为难院里的下人。世子恕罪，奴婢发烧烧糊涂了，不是故意的。烫成这样还在干活，传大夫，快！我在他身边亲身伺候了7年，他教我念书识字，久而久之生了情意，红着脸与我表白。我心愿，奴婢身份地位连做妾的资格都没有，世子抬爱，奴婢承受不起。我发誓，我定会娶你为妻。为了娶我，他跪在国公夫人院子里求了整整3天。娘，此事我非礼不起。别哭，既然阿娘不允，我便自己去考功名，日后凭自身顶门立屋，定然娶你当正头娘子，一生一世，只你一人。少爷，便是通房丫头我也认了，我只愿能留在你身边。没几日，丞相夫人来与裴国公夫人谈话，瞧见了我。像，太像了！你简直和我母亲长得一模一样。后来在母亲细查下发现，我是被乳娘调包的真千金，我也被认回了丞相府。原本以为可以名正言顺地嫁给裴世建，再无阻碍，却不曾想，等闲变却故人心。妹妹这是才从祠堂出来，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我这几日忙昏了头，倒忘了给妹妹送饭了。这些东西都是诗燕哥哥送给我的定礼，妹妹若有喜欢的，尽管拿去，算是我的赔罪礼。妹妹这时还与我置气呢，这都3日了，也没人拿绣球来提亲，万一要是绣球再也找不到了，妹妹岂不是要苦等一辈子？蝴蝶白玉簪是金玉轩买的，翡翠玉镯是千宝坊的珍品，还有这珍珠官宝石步摇，皆是从江南买回来的。金银之类的物件上可还刻了我的名字，如今竟原封不动便送给你当定礼，未免太过敷衍。姐姐该好生说说他才是。裴诗燕，姑娘，是裴公子派人送来的信。
裴诗言相约花园。这是他当年亲手为我戴上的，说是一生一世的定情信。如今情丝已断，东西也该还给他了。少爷，您心里明明最惦记江二姑娘，为什么非要求娶江大姑娘？前些日子我喝醉了酒，与容颜共度一夜，自然要对她负责任。只是令羽性子倔强，直接和她说，她必然会与我断绝关系。如今闹成这样，无论是绣球一直没人找到，还是找到之人身份卑贱，丞相府都拉不下脸面，无法收场。到时再求娶令羽，定然答应。一切都是算计，江如烟故意扔歪绣球，裴诗燕故意不接。裴诗燕，你我恩断义绝，再不必相见。令羽，既然你听见了，我们干脆把一切都摊开来说。是我不该瞒骗你，可如今容颜已经怀了身孕，我非娶她不可。但我心中始终最爱的是你，我是真心想要娶你的。你除了嫁我，你还有什么后路？如今绣球没有踪影，你难道一辈子不嫁我？小姐，小姐，有一位公子拿到了小姐的绣球，想来见小姐。好，既然绣球找到了，那我现在便去见见我未来的夫婿。虽然放出了话，也做好了准备，但不知道遇到的究竟是我的良人，还是另一个火坑。江姑娘好。相貌平平，但自有一身文雅气质，看上去不像是难相娶的人。是公子捡到了绣球？不，姑娘误会了，我只是府里的管家，叼走绣球的如意是我家主子养的爱犬。那日如意偷跑出府，搅乱了蒋姑娘的选亲会，实在是抱歉。那公子的意思是？我给主子去了信，他回信说一切全看姑娘的想法，若姑娘愿意下嫁，待他明日回到京城，便会来给姑娘下聘定亲。若姑娘另有良人，便找位女童将绣球送还，这样也不会有人议论，姑娘自可再续良缘。他竟然想得如此妥帖。若我不趁绣球之约嫁了，一旦反悔，之后的婚事便未必由我自己做主。江令熙，你除了嫁我，你还有什么后路？如今绣球没有踪影，你难道一辈子不嫁我？无论是嫁给裴诗燕，还是被爹当成政治联姻的筹码，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至少如今，是我自己选择。我既然已经放出了话，便不会更改。不知尊公子名姓，家住何处？我家主子是安王，今年已20有4了，府里无妻无妾。这是主子寄来的亲笔书信，叮嘱若是姑娘愿意婚嫁，便将信送给姑娘。安王顾恒玉，他可是当今圣上异母同胞的亲弟弟，皇上和太后都对他极为宠溺。他的相貌和家世都无可挑剔，只是听说脾气骄纵，才至今没有议婚。我之前与他也有过几面之缘。我听说了，诗燕哥哥竟然跪求国公夫人要娶你这丫鬟当正妻。区一个丫鬟，竟也敢肖想国公府世子正妻的位置。你便是靠这张脸勾引诗燕哥哥的，我现在便毁了你这张脸，看你还拿什么去勾引男人！没想到几位颇有贤名的贵女，背地里竟然是这般泼辣模样。可怜我为人正直善良，却总被人挑出错来编排。这倒要好好和你们讨教讨教，如何一副狠辣心肠，还能有好名声。
你竟然为了一个丫鬟如此羞辱我们！我就羞辱了，如何呢？不服气？走！擦擦泪吧。多谢公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便是安王顾恒玉。被认回丞相府后，我参加过几次宫里的宴席，又见过顾恒玉几面。糟了，江荣烟故意让人把我带到这儿，就借故离开。宫宴快开始了，这得往哪儿走啊？丞相府的嫡女，大晚上的在这儿和野猫捉迷藏。臣女江令宇参见安王殿下。你这摆明就是被人算计了，真是够可怜的。走吧，正好我也要回去应付那些人，我带你回去。这宫里到处是眼睛，走路要四平八稳，双眼平视前方，别总畏畏缩缩的。皇宫的路可比相府深，以后多长个心眼吧。安王殿下是个好人，若是嫁他，日后相敬如匹，倒也不错。好，我答应了。那我回去便回禀王爷。他怎么还在这儿？你干什么？放手！刚才那个便是捡到绣球的人，你当真宁愿嫁给一个平庸之子，宁愿嫁我？是，我绝不嫁你。好，江令宇，我看你能熬到几时？顾恒玉倒是写的一手好字，笔锋凌厉却不失温润，洋洋洒洒，竟写了这许多。江小姐，见信如晤。本王受皇兄之命在办皇差，目前身在京郊，事关重大，无法擅离。待差事一了，定然快马加鞭赶回京城。那日绣球之约，姑娘是否真心想嫁？若姑娘愿嫁，本王必以真心相待。日后安王府内外，皆由姑娘做主。他看起来倒像是真心想娶我的。想不到我的父母和心上人都未曾给予我的尊重，顾恒玉却做得到。小姐，相爷和夫人请您去一同用膳。就说我身体不适，不去了。可相爷撂下话，若小姐不去，他便要亲自来房里请您。看来是躲不过去了。见过父亲、母亲。今日来找你的人，我派人打听过了，是安王府的管家。你可想好了？若是现在后悔，裴家尚且还能做你的退路，则不会给你出一分一毫的嫁妆。令宇，那管家说到底不过是个奴才，你可不能拿终身大事胡来呀！他们一副高高在上的恩赏姿态，仿佛料定了我一定会服软。父母和心上人心里都没有我，既然如此，我便都不要。多谢爹娘的生育之恩，女儿身无长物，
仅有这1年多宫里贵人赏赐的一些节礼，便全部留在丞相府，也算还了这1年多在丞相府的吃用。孽女，给我拦住他！是。你离了丞相府还能去哪里？你不要脸，丞相府还救不起这个人。令宇，你真的要把你爹气死才甘心吗？还不快道歉！妹妹，你这是要为了一时义气，连爹娘都不要了吗？令宇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现在服个软，正妻之位依然是你的。你难道真的想要嫁给区区一个管家吗？老爷，门外有人拿着绣球来提亲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庸碌蠢人竟然真的敢大摇大摆的上门提亲，打量着想要高攀我丞相府的富贵是吗？看我不给他打出去！令宇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丞相大人是绝不会同意你嫁给一个管家的，一定让事态走到无法收场的地步吗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现在点个头，所有的麻烦我都会帮你解决。裴诗言，不要说的你自己好像救世主一样，冤尊降贵的为我解决麻烦。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？你贪心多情，为了江荣烟不惜故意算计我，如今这个情况你没有料到吗？妹妹，你怎么能打诗言哥哥？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是心里有怨气，便冲着我来吧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自然要满足你。这一巴掌是你欠我的。诗言哥哥，我不知是哪里惹到了妹妹，或许我的存在就是个错误。容颜福薄命在，不配嫁给你，你只娶了妹妹便可。我当个丫鬟，往后给你和妹妹端茶倒水，便心满意足了。有些人真是天生贱骨头，放着丞相府嫡女、国公府正妻的尊位不要，非要嫁给一个奴才。既然如此，本上司也不会和一个奴才抢人，省得失了体面。他话里讽刺，眼神却分明不甘心，但都已经不重要。王爷，请喝茶。臣女江令宇参见安王殿下。这个管家竟然请来安王亲自帮他调情，想来是打定主意不让丞相悔婚。令宇，你既然厌恶我的心机谋算，又怎能接受被一个攀高枝的管家算计？不要执迷不悟了。如今我还可以豁出去救你一回，一旦下聘定型，也是再无转圜余地了。从你为了江荣烟算计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之间便已无转圜余地，不必了。把聘礼抬上来。
安王殿下为管家求亲的诚意我看到了，只是丞相府的嫡女嫁给一个管家，说出去实在有损名声。不知殿下可否撤了管家的奴籍？老臣想办法给他找个微末的闲职差事，说出去总算全了老臣的体面。丞相大人何出此言？本王是为自己来提亲的。原来竟是殿下垂青，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啊！是臣误会了。凭什么？她一个被狗叼走绣球的贱人，竟然能嫁给安王殿下？这不可能！裴世子何出此言？当日抢走绣球的狗是外邦贡品，全京城仅此一只，是皇兄亲自御的。你若是不信，大可以去皇宫找皇兄问问，看本王是不是在演戏。是我失言了，请安王殿下恕罪。殿下息怒，世子也是一时惊讶才失言。此时最重要的便是令宇的婚事。安王殿下今日既然带着聘礼过来了，不如就将此事说定。是啊，安王殿下，咱们好生商量商量。且慢，方才早膳时，丞相大人已经与我断绝父女关系，如今我的婚事也不必由丞相府插手。那只不过是气话，你这孩子怎能当真？但我当真了。如今我的婚事由我自己做主，既然我已经不是江家女，这婚事也不必由丞相府插手。既然江小姐这么说，那本王这聘礼自然也不必抬进丞相府的库房了。令宇，之前是父亲不对，说错话了。亲生父女之间，难道你还要记仇吗？令宇，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爹娘焉能真的与你断绝啊？刚才逼我断绝关系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？令宇，爹也是为你好，怕你所嫁非人才说出狠话。如今捡到绣球之人是安王殿下，你得了好姻缘，爹自然心里踏实。可你也要想清楚，若是真离了丞相府，你该从何处出嫁，又哪来的嫁妆？就是，没有母家撑腰，即便是进了王府，也是叫人看不起的。这便不劳丞相大人和裴世子操心了。既然本王未来的王妃不认你这个爹，本王自然要夫唱妇随。所以，恐怕我也不能认你这个岳丈。殿下，这怎么能行？来人啊，将聘礼全部抬回去。使不得，殿下！江小姐，走吗？逆女，你走出这个门就别想回来！令宇，什么嫡女身份，什么母家依靠，我通通不要。什么嫡女身份，什么母家依靠，我通通不要。心情好了？
让王爷见笑了。我只是从未觉得京城的空气如此好过。既然出了那个笼子，就不要回头看了。我在京城另有一处宅院，江小姐若是不嫌弃，不如过去小住几日，待我尽快筹办好大婚仪式，3书6礼，定要风风光光的迎你入门。如今我已不是丞相府的嫡女，于王爷并无注意，恐怕配不上王爷。我又不是要夺位的皇子，何必要什么丞相注意？我若喜欢一个人，他的身份是什么，并不重要。喜欢？既然如此，便全由王爷安排吧。我住进了顾恒玉的别院，这里和安王府只有1墙之隔。王爷，您这是唱的哪一出？江姑娘，你前日说婚前不宜过多见面，本王想了许久，若我蒙了脸，咱们便不算正式见面了，对不对？王爷贵为安王，爬墙偷听已是惊世骇俗，如今还学那梁上君子，若叫旁人瞧见，安王的威严可就全毁了。威严那是给外人看的。喏，这是本王刚才在街上瞧见最黄火的糖葫芦，听闻那摊主做了30年，本王特意排了半个时辰的队才买到的。你快尝尝，要是喜欢，本王明天再换一家好吃的买给你。今日皇兄还夸我办差利落，赏了我1兜东海明珠，等大婚那天，我都给你镶在鞋面上。哪有人把明珠镶在鞋面上的？太奢侈了。我的王妃自然要用世上最好的。你是没瞧见，今日在御前，礼部那老头子为了争那几两银子的祭祀费，气得胡子都翘到天上去了。圣上啊，这可是老祖宗的规矩，乱不得，万万乱不得啊！王爷，您且慢些，那墙头窄，莫要摔。哎呦！王爷，小心！没事没事，本王这是在练功，一招旱地拔葱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以前在裴家，所有人都很拘谨，哪怕是裴诗燕也被规训得像个端庄的木偶。可顾恒玉不同，许是被保护得太好，他有一颗赤子之心，纯然良善。每回见到他，我都能心舒畅然。凌玉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往后没人能给你委屈受，你多笑笑。好。即便是我与裴诗燕最情盟时，他与我说话也总是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世家傲气。令玉，你虽被认回相府，但日后入了我裴家，一言一行还是得按规矩。但顾恒玉只有在使坏的时候才会特意端架子，平日里脸上总笑嘻嘻的，让人一见到他便心生欢喜。意外得来的婚事，竟然有些期待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那江家大小姐根本不是因为什么绣球才嫁的安王，难道还有隐情？听说啊，她早在大婚前就跟安王有了苟且，那绣球被狗叼走，根本就是她自导自演，为了攀高枝呢。所以啊，丞相府是何等清流门第，容不得这种淫乱之人玷污门楣，这才把她扫地出门。小姐，外头那些人说话太难听了，竟然说您和王爷，他们简直是含血喷人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随他们去吧。离了相府，我早已不在乎这些虚名了。气死我了！本王这就带兵去把那几个造谣的舌头拔了。王爷，流言蜚语罢了，何必动这么大的火气？什么叫流言罢了？他们竟敢这样编排你！本王可以没名声，但我未来的王妃，一根头发丝都不能让人玷污。令瑜，你别拦着，本王今日定要让他们知道，这京城到底是谁说了算。小姐，外面的流言还真停了，听说王爷亲自把那些人都送官府去了，还查出来是从丞相府传出来的。他们还真是不放过。小姐，长公主府里来人了，说是邀小姐过府一叙。长公主向来深居简出，不理世事，怎会突然想见我？难道是因为王爷？
民女江令瑜参见长公主殿下。生的确实是一副清正模样，外头的那些安杂话，本宫也听说了。本宫向来性子淡，不见外客，但今日有人一定要让本宫见你。行了，知道你心疼媳妇儿，本宫这不就开始给你撑腰了吗？令瑜，本宫膝下无女，恒玉跟我说了你的事，你被江家那样对待，还能保持一身傲骨，实属难得。本宫想收你做义女，上禀皇兄，封你为郡主。长公主是先帝长女，曾领军上战场平定祸乱，后来大胜敌国，但她的夫君在最后一场战役中牺牲了。自此，她再未婚嫁，只留在京中掌管护城军。这样的巾帼英雄，竟会收我做义女？有本宫在，这京城就没人敢欺负你。令瑜得殿下如此厚爱，万死难报。令瑜，还叫什么殿下？该改口了。母亲，本宫见你啊，真的是一见如故。认女儿是大喜事，必然要大操大办。这件孔雀翎的太扎眼，这件织金云纹的倒还稳重些。来，令瑜，试试这件。我从未体验过母女亲情。小时候乳娘只会打骂我，在相府时，阿娘的眼里也只有江如意。母亲，这太贵重了。本宫本想着将来传给女儿或是儿媳，可惜驸马死得早，本宫膝下并无儿女，现在就送给你吧。多谢母亲。幸亏恒玉心细，时常陪本宫逗乐，才解了本宫的苦闷。这些年，无论谁给他选亲，他都一口拒绝，只说非心爱之人不娶。本宫便知他心里有人了。这次他求到本宫这里来，撒娇卖乖，非让本宫认你做义女，说要给你这世上最体面的依靠。本宫瞧了，你倒也是真的合本宫的眼缘。你这女儿，本宫是真心认下，祝你和恒玉日后和和美美，相伴白头。女儿多谢母亲。听说了吗？长公主今日要认下义女，还请了圣上亲纸题字的牌匾呢。不知长公主这养女是何来历？京中从未听说长公主有看中的后辈，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命好，能被长公主看中。娘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这店里太闷了吗？不知为何，我心中总觉得慌乱。老爷，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，总觉得要出什么大事。闭嘴！长公主大喜的日子，休别说这些丧气话。安王殿下到，长公主殿下到。参见长公主殿下，参见安王殿下，殿下万福。平身，今日是本宫认亲礼，多谢大家赏脸。长公主客气了，这是臣的荣幸。行了，让他进来认认人吧。令瑜拜见母亲。江令瑜，本宫今日认知令瑜为义女，从今往后，她便是本宫唯一的女儿，大齐的永安郡主。
凭什么？他到底凭什么？阿娘，女儿有些头晕，想去花园里透透气。去吧。江凌雨，凭什么你这么好运？我好不容易把你挤兑走了，你竟然又攀上了安王和长公主，就连娘和诗燕哥哥也日日惦记你。和这种只会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别人身上的人，说再多都是浪费口舌。江凌雨，我定然会让你声名狼藉！又容颜，姐姐，都是我不好。如果打我能让你出气，那我绝不会还手。江容烟，这种小伎俩你还没用腻吗？从前我只是不愿意和你计较，你真以为是因为我只会被你耍得团团转吗？厉雨，看见没？自己打的和别人打的有什么区别？娘，别听他胡说，他这是为了脱罪才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！他竟然敢打我，还当着您的面。凌雨，我的亲生女儿，是娘糊涂，是娘被猪油蒙了心，娘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回到娘的身边吧。厉雨，是我当初被蒙蔽了双眼，不该贪心滥情。只要你肯回来，我不娶容烟了，我这就去求我母亲退亲。娘，诗燕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才是受害者，你们为什么要救他？如今安王还未下聘定亲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你当真要割舍我们多年的情谊吗？我如今有了母亲，有了未婚夫，谁稀罕你们迟来的那点廉价亲情和情谊？你再给娘一次机会吧，只要你回来，娘什么都答应你。
炼狱，尝尝这南疆进贡的葡萄。王爷，这种端茶递水的活计让下人来就行了，你怎么总亲自干这些？那哪行？给旁人干那是粗活，给本王未来的王妃干，这叫情趣。离了那个令人窒息的丞相府，如今日子顺遂，心里是真的宁静了不少。炼狱，昨日在长公主府，你瞧见江家那几人的时候，心里可还难受？难受什么？我现在有母亲疼，有你护着，早已不在意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了。王爷，往事如烟，我已经放下了。炼狱，你大度，你可以不记恨，但本王是个小心眼的，他们让你受过的苦，流过的泪，本王这一笔一画都给他们记着呢。王爷，乖，剩下的事交给我，那些欠你的，本王定要让他们百倍偿还。主子，江海这些年私通外力，贪污受贿，甚至卖官鬻爵的全部账目证据，都在这儿了。哼，他倒是个心大的，真以为有丞相这张皮遮着，就能在这京城里横行霸道一辈子？他敢扇厉雨一巴掌，本王就断他江家全族的富贵。这满朝文武皆说本王是混世魔王，既然他们这么想，那本王便混给他们看。顾恒玉把奏折递给了皇上，第二天丞相府就被抄家了。何人造次？这可是丞相府邸！圣旨到，江家私通外官，贪污受贿，证据确凿，即刻抄家，江氏全族收监，如有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这怎么可能？放开！我是当朝丞相夫人，你们怎么敢动我的？哼，都被抄家了，还摆着官家夫人的谱呢。娘，没事吧？好端端的怎么会被抄家呀？那是我的钱，那是诗燕哥哥送我的，你们不能动！阻挠抄家者，格杀勿论。不可能的，老爷是丞相，老爷是百官之首，一定是搞错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快告诉他们，我们是冤枉的！快让江令宇去求安王，去求长公主啊！完了，都完了。老爷，爷！丞相被贬官到苦寒之地，江荣烟因为不是他们的亲女儿，逃过了一劫。哟，这不是平日里轿子进出的江大人吗？怎么今天不坐八抬大轿，改走路了？呸！贪官污吏，真是老天有眼！老爷，咱们这一去苦寒之地，万里迢迢，哪里还有命回来呀？少废话，当自己还是相爷和夫人呢！赶紧走，再磨蹭，老子这鞭子可不长眼。
消息，听说了吗？之前那个和裴世子定下婚约的那个江家的二小姐，竟然早就怀上了。不是吧？还没出阁呢，就怀了？那还能有假？有人在千金堂瞧见了江二小姐贴身丫鬟去买养胎药的方子，这还未成婚就，真是世风日下，够不要脸的。那个江如烟，竟还想进我裴家的门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她毕竟怀了儿子的骨肉，如今江家倒了，她无依无靠。无依无靠，现在是声名狼藉。一个连母家支撑都没有的女人，还想当裴家的世子夫人？哼！她想进门，除非我死。裴家的脸面已经被你丢尽了，绝不能再被这个丧门星玷污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啊！石阳哥哥，求求你救救我！瞧瞧，这就是那个江家的二小姐，真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呀！什么凤凰？分明是只占了凤巢的乌鸦！你疯了吗？谁让你来这儿的？石阳哥哥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你走，赶紧走，别在这儿碍眼。现在满城都在传咱们未婚先孕的丑事，我爹气得要把我的腿打断了。裴家的名声全毁在你手里了，你还敢来？石燕哥哥，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石燕哥哥，我可是怀了你的骨肉啊，这是你的亲骨肉，而且我们都已经定亲了，名义上我已经是你的人了。定亲？江家都没了，那婚约就是一张废纸。你走吧，别再来找我了。去，给城南林家送聘礼。母亲，儿臣从未见过林家小姐。你没资格拒绝。林家虽是新贵，但名声清薄，只有你赶紧成亲，才能堵住京城那些人的烂嘴。3日之后，立刻拜堂。夫人，伯母，您最看重血脉了，对不对？石燕哥哥要娶的那个林氏，能不能生怀不知道呢。但我肚子里这个已经是裴家的种了，只要您让我进门，哪怕是做个侍妾，我也认了。裴家的长孙，自然该由名门正派的嫡妻所出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裴家百年门第，倾向传家，这门里的人，即便是一条看门狗，进门也得是干干净净的。一个罪臣的假养女，也配进我们裴家的族谱？拿碗汤来。是。不，你们不能这么狠，石燕哥哥不会同意的。放开我！裴诗嫣，既然我活在地狱里，你也别想在这世间喘气。
誓言，你把命还给我的孩子！小容颜，你疯了！把人速戳死！裴誓言，你会有报应的。之前姐姐在你的赤室里下了毒，你就等着断子绝孙吧！大夫，世子这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过是受了惊吓，怎么会连日腹痛不止？世子并非受惊，而是中了一种奇毒。此毒无色无味，潜伏已久，如今已深入脏腑。毒能治好，只要能治好，世子赏你千金。世子，此毒已断了您的子孙根，您日后恐怕再也无法传宗接代了。绝后？怎么会绝后？冤枉我裴家呀！安王，你可知罪？为了一个女子，你竟敢设局搅动朝局，毁了一朝丞相和国公府，你眼中还有朕这个皇兄吗？是的，但我知道，王爷做的这一切，皆是为了给我一个公道。启奏陛下，安王殿下所为，虽看似因臣女而起，实则是为了肃朝朝纲。江家贪赃枉法，卖官鬻盗，证据确凿，裴家门风不正，皆是事实。王爷此举，乃是大义灭亲。大义灭亲，你倒是生了一张巧嘴，有几分胆色。但安王，她现在可是罪臣之女，虽然已经断了关系，但终究是连着血脉。这门婚事，朕看需要再议。皇兄，臣弟此生非令吾不娶，谁若反对，臣弟便将这京城填再掀一遍。说什么胡话呢？陛下息怒，王爷是真性情，并非有意冒犯。陛下说在意，定是因为臣女如今身份尴尬，怕有损皇室威名。不知陛下要如何在意？安王妃之位关乎皇家颜面，朕听说有位女妇张夫人，乃是先皇后的授业恩师，德才佳美，铁面无关。朕想让她考撬一下江姑娘，若你能通过她的考测，证明你足以母仪王府，朕便亲自为你二人赐婚。若通不过，你便自请离京，永世不得再见安王。你敢吗？皇兄，这门婚事是长公主也同意的，你怎么可以？臣女接旨。令宇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好，既然接了旨，那便退下准备吧。3日之后宫中考核。是。令宇，那张夫人最是可怕，全京城的才女见她都要打个冷颤，连皇兄都怕她3分。她是故意要让你知难而退，你何苦答应？大不了我什么王爷也不当了，我带你远走高飞，咱们去塞外。王爷，我想名正言顺地站在你身边，我是要当你的正妻，是要上皇家玉帝的安王妃，而不是一个跟着你私奔，一辈子躲躲藏藏的影子。放心吧，我会努力。令宇，皇兄这次是真给你出难题了。那位张女妇乃是前朝太傅之女，出了名的铁面无私。当年连皇兄还是太子时背错了一段经文，
都被他罚在雪地里站了1个时辰。他收徒考教，从不看权势，只看才学。你母亲，当年在裴府，裴师宴为了让我识字，确实曾用心教导过。他虽负了我，但他教我的那些学问，我都记在脑子里呢。这几日我请了先生到府里教你，你再学学。放心，实在过不了关，我就提着刀去陛下面前，让他答应。还真是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听闻姑娘曾在国公府做过婢女，不知看过什么书？婢女之身虽低，却也知学无止境，令于爱读《资治通鉴》。哦，既如此，本夫人便考考你，如何看待前朝？江姑娘确实博学多才，京中贵女无出其有，但在你看来，何为皇家媳妇的本分？这问题极其凶险。若答相夫教子，便是庸才；若答母仪天下，便是野心。在令瑜看来，皇家媳妇的本分，并非仅仅是深宫里的规矩，应当是上不贵君王社稷，下不负百姓黎民，终不违本心善念。夫君为王，我便为王妃，我当与他并肩而立，共担风雨，而非仅仅作为他的附庸，活在他的影子里。好一个共担风雨，好一个不违本心。陛下老身考瞧一生，今日方见真凤。江姑娘之格局，堪为安王妃，堪为天下女子之表率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不做附庸，朕这个弟妹倒是比满朝文武更有气魄。皇兄，臣弟的眼光没错吧？传朕旨意，江氏令瑜德才兼备，至情至性，特赐婚与安王顾恒玉为正妃，赏黄金1万两，珍珠10斗，锦缎100匹，再赐永安郡主府1座，由长公主亲临送驾。臣叩谢圣恩。王妃留步！张夫人，您这是？王妃才华横溢，但在这京城，有才往往死得快。母亲，我自问从未与宫中娘娘有过交集，张女仆为何要如此示警？令瑜，你可知当今的李贵妃是什么来历？令瑜不知，她是裴国公夫人的亲外甥女。李贵妃膝下无子，一直视恒玉为眼中钉，总觉得恒玉的存在威胁到了李家的权势。如今裴世轩被废，李家在朝中的羽翼被恒玉拔了大半，这笔血债，他必然会算在你的头上。令瑜，内务部已经把嫁衣的样绸送来了，你快去看看。李贵妃，她真当皇兄宠着她，她就能在后宫只手遮天了？她若敢动你一根头发丝，我便让她从贵妃的位置上消失，让她那个李家彻底在京城除名。王爷，那是贵妃，莫要为了我冲动犯险。我顾恒玉这辈子天不怕地不怕，他若老老实实在宫里待着也就罢了，他若敢伸爪子到你面前，本王就亲手剁了他的爪子。见过长公主，见过安王殿下。你是李贵妃身边的公公？是，贵妃娘娘来让奴才来传句话，说郡主大婚在即，特请郡主明日入宫学习皇家礼仪。这李贵妃定是不怀好意。话已带到，那奴才就先走了。不行，你不能去，那李贵妃指不定怎么折磨你呢。
可他的话确实是滴水不漏。按照规矩，令瑜确实得进宫接受教导。阿娘，王爷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他既然摆下了鸿门宴，我若不去，倒显得我心虚了。放心，我让人看着。要是李贵妃敢动你一根手指头，我立刻就能知道。永安郡主江令宇参见贵妃娘娘。瞧瞧，这就是安王死活要娶的宝贝疙瘩，生的确实是一副美人胚子，难怪把诗燕也迷得团团转。娘娘谬赞，臣女入宫是为学礼。学礼？这皇家礼仪最讲究一个敬字。你这丫头心气太浮，不压一压，怕是以后进了王府要翻了天。这女诫和心经，你给本宫抄写10遍，什么时候写完了，什么时候再谈学礼的事。就在这儿坐着写，记住，不许用凳子，跪着写才显诚意。贵妃娘娘，这不合规矩吧？在我这儿，我说的话就是规矩。陛下疼我，特地让我来教导你，难道你想违抗皇命不成？郡主，这经文若有一字模糊，娘娘可是要重罚的。嬷嬷放心，我定会诚心抄写。李贵妃，你想要我的命，那就看看谁斗得过谁。殿下，宫里传信，郡主在永春宫那洞的10指溃烂，贵妃娘娘还不给炭火，不让起身。好一个李贵妃，本宫还没死呢，她就敢动本宫的女儿。备轿入宫，本宫今日要带陛下清理门户。长公主这是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的火，莫不是宫里的奴才冲撞了您？李贵妃，少在本宫面前装模作样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动我长公主府的人？长公主这话可折煞臣妾了。郡主即将嫁入安王府，臣妾是疼她才亲自教导，特意让她抄经静心，这也是为了她日后的体面啊。哎呀，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本宫只是让你抄几遍经，定是底下人偷懒，没点暖炉，才让郡主受了苦。好孩子，都是本宫管教不严。滚开！别用你那脏手碰她！你嘴上说是教导，实则是想废了这双手。你给本宫听好了，这柄金鞭乃先帝御赐，上打昏君，下打谗臣。你若再敢拿着学礼的幌子动他一根头发，本宫便拼着这张老脸不要，也要在这永春宫当众废了这贵妃的名头，让你去冷宫里好好学学什么是规矩。长公主教训的是臣妾思虑不周，疏忽了郡主的身体。郡主受累了，本宫定会命人送上最好的伤药，好好补偿郡主。多谢娘娘垂爱，令金受教了。可这礼仪还没学好，这样，郡主先在这儿歇息一夜，明天我定会让最好的嬷嬷教授你礼仪。长公主若是不放心，也可以留下，只不过不必了，我会向圣上禀明，让嬷嬷到长公主府教授。我们走。别以为不在这，我就没办法治你。
郡主，长公主吩咐奴婢炖了这碗参汤给您补补，说宫里的苦不能白受。辛苦了。不对，这颜色有点不像参汤的颜色。之前在裴国公府做丫鬟的时候熬过参汤，颜色不该这么深。郡主趁热喝，冷了药力就散了。你入府几年了？奴婢自幼就在府里，快10年了。10年？长公主待你不薄，李贵妃到底是给了你什么，让你连命都不要了，也要在这府里杀我？奴婢冤枉啊！陛下，臣妾今日被长公主那样羞辱，怎么可能还敢去害郡主？定是长公主府自己管教不严，出了奸细，想赖在臣妾头上啊！陛下，若非臣女命大，此时已是一具尸体，求陛下给臣女一个公道。我已经查明，阿梅确实是长公主府，可她的全家老小3日前就被李贵妃的人秘密接走了。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在参汤里下毒？是贵妃娘娘，是贵妃娘娘指使奴婢的。我的家人被贵妃娘娘抓走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这奴婢，竟敢收受旁人的好处，在这御前血口喷人！陛下，臣妾是冤枉的。臣妾绝不敢做这种事，这分明是有人要借臣妾的手除掉郡主，再顺手除掉臣妾啊！陛下，臣妾听闻郡主出事，特来看望。陛下，定是皇后娘娘嫉妒臣妾这段时日替她分忧，掌握了6宫协理之权，这才故意设下此局，要一石二鸟。李妹妹，你胡说什么？本宫何曾？陛下请看，这是臣妾方才在永春宫后院搜出的信件，这上面分明是皇后的人与她联络的凭证。陛下，臣妾没有，这信臣妾从未见过。李贵妃当真是好手段，前一刻还是杀人凶手，这一刻就成了被陷害的苦主了。这信上的内容确实是皇后宫中人的手笔。皇兄，这分明是李贵妃伪造证据，想要金蝉脱壳。李贵妃，你果然够狠，为了脱身，连皇后都敢拉下水。陛下，证据确凿，臣妾受点委屈不打紧，可这宫中规矩不能乱啊！求陛下为臣妾做主。皇兄，陛下，能否给臣女看看这封信？据我所知，皇后娘娘自3年前起，便用了质地较软的羊毫笔，宫里的人用的也统一用的羊毫笔。对，这事儿陛下也是知道的。可这封信的字迹转折锋利，分明是用坚硬的狼毫笔临摹而成。而若我没记错，整个后宫唯有贵妃娘娘您宫里最爱用狼毫笔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信纸上沾着您独有的龙涎香，整个皇宫只有陛下赐给您的熏香才有这个味道。李婉，你竟敢伪造物证，陷害皇后，毒杀君主！陛下，臣妾。找不到理由了吗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。皇兄，这种女人就应该关进牢里，永世不得出。陛下，臣妾是为了裴家呀，臣妾陪了您10年。10年？朕竟养了一条毒蛇在身边10年！你毒害主王妃在先，伪造证据诬陷中宫在后，若非王妃聪慧，早就被你害死了。传朕旨意，贵妃李氏居心叵测，残害宗亲，构陷皇后，德行败坏，再无言位于贵妃之位，即刻废黜其位，褫夺封号，打入地牢，永世不得出。李家亲族交由大理寺严查，绝不姑息。
阵仗，安王殿下真是把压箱底的宝贝都掏出来了。谁能想到，当初那被狗叼走绣球的落难千金，今日竟成了全京城最尊贵的王妃。请王爷执红绸，引王妃下轿，从此红红火火，白头偕老。这牢石子太长了，隔得太远，本王不喜欢。王妃，本王亲自来接你。哎呦，我的王爷，这不合规矩呀！这还没过火仆，您不能直接牵新娘子的手。手怎么这么凉？一会儿进屋，让他们多添几个火盆。大家快瞧瞧，咱们安王殿下这是疼媳妇儿疼到一刻都等不了了。可不是嘛，连红绸都不肯拉，非要直接牵手。这京城头一份的急性子新郎官，非安王莫属了。笑什么？这府邸是本王的，这王妃也是本王的。哼，本王想亲手接自家王妃入府，谁有意见？王爷霸气，祝王爷王妃百年好合！王爷是我们的榜样。咱们走，这火盆本王牵着你挂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这辈子我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。送入洞房。皇兄，臣弟今日大婚，还要斗胆向皇兄讨一份恩旨。哈哈，安王今日成了家，性子还是这么急。说吧，今日是你大喜，想要什么？我要皇兄当着天下人的面，亲口封令宇为一品贤德王妃。从此以后，谁若再敢提他曾经的身份，便是藐视皇室，与本王为敌，与皇家为敌。哈哈哈哈哈！准了，传朕旨意，安王妃姜氏德才兼备，至情至性，特赐贤德封号，位列一品诰命，即刻载入皇家玉牒。臣弟叩谢皇兄圣恩。臣妾叩谢圣恩。王爷，为何这样看着我？本王是在想，这一刻我究竟等了多久？王爷，我们并未见过几面，为何你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心悦你。说正经的，你我在抛绣球之前见面不过数次，你怎么可能喜欢我？令宇，本王有个故事想跟你说。王爷请讲。你可还记得6年前，你曾救过一个过敏的少年？当时我误食了花生做的糕点，过敏肿成猪头倒在路边，来往之人皆不理会我。哪来的怪病，肿成这样？别是什么瘟疫！快走快走！这位公子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人帮忙啊？把这位公子送去医馆吧。你坚持一下，我背你去医馆。谢谢你。大夫，救救他！这是我所有的钱，求您快看看他。
你竟然就是当初那位公子！只可惜等我醒来之后，再也不见小丫头的踪迹。我当时看你脱了险，又怕主家责罚，便急着赶回去了。我找了你整整3年，直到我在裴国公府里再次见到你。任宇，裴家虽大，但在我心里，唯有你能读懂我的心。少爷，只要能陪在你身边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本想着争一争，却得知你与裴诗言情投意合，只能黯然神伤。所以，你这些年才一直不肯议婚。我总想着，只要你过得好，我自己过一辈子也无妨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裴诗言那个畜生竟敢如此作践你，他竟敢为了名声让你受尽委屈。当我知道他背弃誓言的那一刻，我便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这一次，天王老子也别想让你从我身边离开。我竟不知这世上竟有个傻瓜，为了我等了6年。顾恒玉，谢谢你。所以，之前好几次你救了我，难道你以为当年在裴府后花园，我刚好路过救下被江容烟折辱的你，是巧合吗？那天我在假山后待了2个时辰，只为了能见你一面，没想到真让我等着。还有那天你绣球选亲时，我特地避开，出城办差事，就是怕自己忍不住去抢亲。可是那天若是你在场，定能轻而易举接住我的绣球，为何要避开？就是因为怕自己接不上，我也怕自己一旦站在台下，看着你要嫁给别人，会忍不住当场抢亲，毁了你的名声。可谁曾想，我那傻狗如意，他竟阴差阳错的把绣球叼走，还直冲冲的叼到了本王马前。果真良缘天定，连老天都觉得这世间唯有本王与你最配。顾恒玉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不苦，只要最后娶到的人是你，这6年便一点都不苦。既然故事听完了，王妃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这落下的合欢酒给补上了？都听你的。曾经我以为绣球被狗叼走，是老天爷对我最后的恶行。现在我才明白，那是我此生最大的福气。只盼往后岁岁年年与君白首。